如果你贷款买车、装修、旅游、教育，甚至请客吃饭，政府会替你付一部分利息，那你会更愿意借钱消费吗？这可不是玩笑啊！8月13号，3个部门正式发布了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能省多少钱，适用范围有多广，以及对资本市场来说利好哪些板块。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政策的期限啊，是从2025年9月1号到2026年8月31号，为期1年。支持的对象呢是个人消费贷款和部分服务业经营贷款。我们先来看个人消费贷款。单笔不超过5万块的日常消费，包括购物啊、餐饮啊、娱乐等等，都能够贴息。超过5万块的大额消费，比如你是去买车了、孩子教育培训、养老托育了、装修、家电、国内旅游、医疗等重点领域，也能够贴息，但是每笔呢只能按5万块封顶。对于服务业经营者来说，你可以申请经营贷的利息贴息，餐饮、住宿、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旅游这8个行业的小微企业个体户，贷款金额最高100万可以享受贴息。贴息的标准统一1%，这其中呢，中央财政承担90%，地方财政呢承担10%。个人年度贴息的总额上限是3000块，企业端呢是1万元。接下来呢，就帮大家算笔账了。假设呢，你个人贷款5万块钱买车，年利率4%，一年应付利息2000块，1%贴息呢就是500块，这部分呢是政府直接替你付了。如果你一年累计贷款消费30万，那就能拿到满额3000块的贴息。如果是企业呢，假设你是一家小餐馆，贷款100万做装修，按1%的贴息呢，一年可以省1万块钱的利息。出台这个政策有什么意义？首先就是为了刺激消费。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面向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专家预计可以直接增加5000亿元的消费贷款，即便按80%的资金实际投放的话呢，也能够形成4000亿的消费增量，直接拉动 GDP 增长大概0.3个百分点。第二个意义就是改善小微企业的经营环境，因为过去小微企业贷款难、利率高，这次不仅放贷了，还帮你贴息，是真金白银的帮你减轻运营成本。第三个意义呢，就是和以旧换新相协同。以旧换新呢，是帮你换新的时候直接减价，消费贷款贴息呢，是降低你的贷款利息，这2个政策叠加使用，省得更多。比如你换新买冰箱的时候呢，先享受以旧换新的补贴，再利用贷款贴息付尾款，双重减负。当然，这笔钱呢，资金是用途受限的，不能投资房地产、理财、炒股。贷款要合规使用，一旦违规，轻则追回补贴，重则影响你的征信。从投资者的角度看呢，这个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最大的一个逻辑，就是要降低居民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释放消费需求，从而带动重点消费领域的产业链。结合政策覆盖的范围和资金的流向，我们可以拆成3大主线来看第一就是大宗消费的主线。贴息已经明确了要覆盖汽车、家电、装修、旅游、医疗等大额消费的场景。那这几个板块呢，可能在政策落地之后的1到2个季度出现交易性的机会。比如说汽车产业链家电和耐用消费品家装建材旅游酒店医疗健康这个健康呢就包括牙科、眼科、体检中心、医美。因为贴息呢会降低消费者的购置成本，大宗消费在贴息加以旧换新叠加的时候释放需求弹性更大。第二就是服务业的主线了，政策明确了对8大行业的小微企业贴息，那么这些企业就会降低他们的融资成本，改善经营现金流，有助于门店扩张和服务提升，提升了行业的集中度，特别是对龙头和扩张型的企业有利。你像餐饮连锁啦、酒店住宿养老托育文化旅游都会受益。第3个主线呢，就是金融和支付主线。虽然政策主角是财政补贴，但是执行端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配合支付平台在引流，所以利好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当然了，政策刺激的利好，短期看呢是交易型的机会，比如家电、汽车、旅游、酒店；中期还得看这些企业本身的业绩改善。长期看呢，稳健赛道，银行和消费金融类的企业会受益。在这些行业当中，特别是那些有定价权的、供给侧集中度提升的、现金流受益的公司是最受益的。
当然，风险也存在呀。首先就是这个政策持续性，目前呢只有1年，然后就是消费者的信心修复啊，还需要时间。再就是我们也得观察贴息付款的节奏是怎么样的。那总结一下，这次的政策不仅是利民政策，实际上也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央行已经设立了5000亿元的消费养老再贷款，为银行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政府再利用财政资金帮你付利息，降低消费融资成本，刺激内需。背后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从出口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一句话总结，就是从9月份起，这项政策可能会改变你的消费习惯，让贷款买东西变得更划算。利用好它，能省不少真金白银。那么你会利用好这个贷款贴息政策去消费吗？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我是苏涵，下期见。